常常有客人会问我说：“哎，那骨池是什么骨？”对，是哪里的？是牛骨还是羊骨还是什么猪骨？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之境的 Border of Taste， 我是以望。今天很开心啊，能够请到我的好朋友 Annie， 也是旅居英国15年，安妮风谷物的夫人，来教我们一下怎么样正确的喝英式下午茶，以及分辨所有真正的 Bone China 古董跟 Antique 又有些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欢迎 Annie。嗨，大家好，好久不见呢。对啊，超久的。对啊，很开心哈，今天你来教我喝喝看，怎么样学这些真正有品味的人来喝 High Tea。不是 High Tea 啊，是 Low Tea， 是 Low Tea。对，因为其实，在英国早期的时候，皇家都是坐在沙发上，所以沙发上的桌子是矮的，所以那时候是叫做 Low Tea。High Tea 一般是工人阶级才叫 High Tea，当时。在当时早期的年代啦。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管去什么半岛啦，那种5星级的，都跟你说哦，英式 High Tea 下午茶。真正的英式下午茶应该是叫 Low Tea， 宫廷服，对，然后坐在比较低的这个沙发，对，然后是有仆人对去服侍他们，对，因为越 low， 他们仆人就要越弯腰，对，就感觉更有尊荣感。是的，原来如此。对，我今天看到你从英国带回来很多各式各样的杯子，可是它长得有些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很好奇，像这个胖胖的是什么？然后这个金色的跟这又是什么啊？我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是花茶糖碗，糖碗，对，然后那个是奶壶，然后是巧克力杯，巧克力杯通常会有一个盖子，就是喝巧克力专门用的杯吗？对，而且早期喝巧克力是喝咸的，不是喝甜的。因为当初糖很贵，对，然后这个是咖啡杯，古董咖啡杯，这么小啊？对，早期咖啡杯1磅大概是一个医生或者是律师的1个月薪水，所以他们是品咖啡，不是像我们现在 latte 狂饮加牛奶，以前也没那么多牛奶可以加，所以都是小的。可是为什么小装糖的这么大，反而比咖啡还要大？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早期糖很贵嘛，对，所以糖碗一定要大，大表示大气。我家就是糖很多，欧雅的，对，所以糖碗越大，代表你家越欧雅。对，然后咖啡杯要越小，跟我们现代人刚好整个是相反的。真的耶！现代人就是少糖嘛，是，然后咖啡杯要很大，要加奶，对，就完全不一样。对，那我们庆祝你回来，我们谢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正统的喝法？对。英式下午茶的杯子，你喝的时候要手托着杯子、盘子，然后对，然后这个杯子的部分就是不会翘小拇指。为什么？可是我看人家拍电影都是翘小拇指啊，对，感觉很优雅啊。对，但是翘小拇指是不优雅的。那我小拇指你要这样，你就这样，这样子哦。对，然后你要托着盘子，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喝茶的时候会跟人家聊天啊，可能会走，是，那你都要带着你的盘子一起。原来如此，谢谢你，要不然下次我就贻笑大方。刚刚讲到我们这个小拇指哈，我也想问你，如果小拇指不能塞，我们是不是看到有很多人是用这个手指塞？对，直接这样勾起来，是不是也挺方便的？对，这也是错误的方式，错误的喝法哦，不能把手指塞进来。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想说，哎，那我不想要翘小拇指，那我就把手指塞进来，我就不会翘小拇指了嘛，而且比较稳。对，但是也不对，因为这个杯子是1960、50，已经比较近代了。那早期的杯子我就说了，它是比较小的尺寸嘛，小的尺寸你手塞不进哎，没办法塞得太进去，所以你是拿着它的耳朵。你不是把手指塞进去，对，因为拿着耳朵，对，拿着耳朵，对。那有客人会问我说：“哎，那骨池是什么骨？”对，是哪里的？是牛骨还是羊骨还是什么猪骨？骨池一般是40%以上的叫骨池，但是因为英国只要是30%以上都算是骨池，
美国的话是25%，对，25%算是骨瓷，就是每一个区域它对骨瓷的那个趴数掺的骨粉的趴数不一样。那这个骨粉我很好奇，是人的骨粉吗？还是什么啊？没有，骨粉一般都是牛骨跟猪骨。对。那我也想，我听说你今天有带一些从英国带回来的你自己收藏的一些古董杯，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骨瓷吗？对，骨瓷它有分 bone china， 还有一个 fine bone china。所谓的 fine bone china 就是它的骨粉量很高，所以它就会更透光。更透光，对，就是很薄很薄嘛。对，非常薄。然后你在光线的照射下，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图腾。我们要来看一下，像这种，你不用照光，你就可以看得到。我已经看到外面的图案。对，所以这个很薄是吗？对。然后有一些客人会说，那我怎么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骨瓷？是。就除了用眼睛看，你还可以听声音，有没有？声音很清脆。对，原来如此。那一般的骨瓷杯，比较近代的骨瓷杯，它就不会那么薄，它的声音也不会那么清脆。对，我正好想问，那要是你买到仿的假的，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骨瓷，还是它是仿造的骨瓷？就要看它的设计，然后还有听它的声音，然后最后还要看它后面的杯章印记。杯章印记就像，比如说我们买小 Chanel 好了，现代小 Chanel跟以前的小 Chanel，它的杯章不一样，它的号码不一样。所以每个杯子都有它的印记，然后有的会有产地，有的不会有产地。对 ，OK， 所以还不是说我们一般想个摸个1-2年就搞定了，一定要像你这种，你真的把玩古董10几年才。就你要喜欢啦，然后你就是常常去了解它这样子。对 OK， 我发现了，这两个好像它的这个杯印是一套的，对不对？对，像这种杯印是一套的，就可能是在某个时期它出的。对 ，OK， 就像很多品牌，它在某个时期的印记是一个 A 印记，对，然后等到10年以后，它会变成一个 B 印记，它会改变嘛，很多都会有不同的。都这样喝，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然后这个杯子也不一样。它的盘子也不一样，为什么盘子长得是一个像贝壳一样？因为英国人一天喝8次茶，哇，比那个穆斯兰人要拜5次还要多，一天喝8次茶。还有在床边的茶，然后早茶，然后午茶，下午茶，对，晚饭前的茶，然后晚饭后的茶，睡觉前的茶。真的是一个茶文化，所以每个不同的茶它都有不同的杯子。那这个是喝什么？像这个的话，就是算是早午茶，就你可能会放个小点心在这边。难怪它这边有多一个位置，对，让你放小点心。那一般的话，正式的英国茶杯就是除了一个杯子盘子，它还有一个点心盘。下午茶的时候，它会给你多一个点心盘。你没有点心盘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托盘这样放在上面。然后你可能再放一个壶。或者放一个小奶壶，这样是不是很重啊？因为喝茶在以前英国那个年代，它就是皇孙贵族的嗜好嘛，是，所以它就是要很多给息，对，然后他就要把它弄得很多，对，很多程序。对，我看你今天还有带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茶杯，而且它的画风哈，我感觉其实还蛮偏。这个怎么讲？有点 Vivienne Westwood 的感觉，它的画风有点跟很特别，对，很特别，不太一样。对，这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哦，因为古董有分 antique、vintage， 还有 retro， 就是不同年代的古瓷，它的造型也会不一样，它的画风也会不一样。我们常常说这个是古董，可是其实搞不好它只是某个人家的2手货。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真正界定什么是古董杯？我们是说 antique 就是100年，对，100年以上的是 antique。然后呢，在80年到40年这个中间，他们叫 vintage， 但中文翻译叫做复古。可是其实复古也比较像 retro， 对不对？对。然后在40年到20年这个中间，他们叫 retro， 对。然后20年以下叫 second hand， 就是2手的。对。所以
也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怎么去真的区分，因为 retro 跟 vintage 好像中文都叫复古，可是在英国他们其实是有分的。对，英文的话分得比较清楚，对，是 second hand， 对，然后100年以上我们才可以真的叫它 antique。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讲嘛，你看不同的背章，那有一些对，那有一些 vintage 它已经是80年、70年，又比较靠近100年的那种，大家就会比较收藏那样子的，因为准备再过几年，对，它就变得 antique， 对，没错，有 potential 的，对。就如果说你的这个现金没有这么多的话，因为一次买到古董，那个 auction house 都很贵嘛，好几百万，就跟他拼了，再拼20年了。它就升级成为 antique。对，平常怎么去照顾这些杯子呀？要怎么保存它的这个状态啊？其实这些古瓷其实很好保存啦。哦，是吗？但清洗的时候也很好清洗。但是就是不要放到微波炉，也不能用洗碗机。要手洗。用手洗。可以用洗碗巾吗？可以，但是不能用菜瓜布刷洗。对，因为有时候喝茶，那个茶渍颜色会比较深嘛。哦，对，所以我还要提醒一下，比如说喝茶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茶渍很深嘛，会留在茶杯嘛。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以前我要说了，皇孙贵族他不用洗茶杯，他喝完茶人就走了。对，他喝完茶人就走了。那些女仆就要马上清洗，他不可能放在第2天、第3天，因为会被骂嘛，所以他就要马上清洗，所以就不会有这种茶渍的问题。对，所以其实要真正保养你的古瓷，就是你喝完之后下一秒变成女仆，马上把自己杯子洗干净，才不会有茶渍遗留的问题。对。我看你今天还有带一个粉红色的杯，这个杯好浪漫哦，也是下午茶杯吗？对，这也是下午茶杯，好像稍微比刚刚的咖啡杯还要再大一些。这是近代一点的，在1960年左右的，但它是手绘的。你看，它是手绘的。有。对。其实早期的杯子几乎都是手绘的，那它每个都不一样啊，因为你手绘不可能是一模一样。对，所以常常有同样一组的杯子，它可能这个花在右边，然后另外一个花在左边，它可能有的花颜色深一点，有的花颜色浅一点。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一个系列里面，这个杯是最老的。但是这个对，那最老的杯，它一般的骨粉，因为早期骨粉是用研磨的，那研磨有时候没有研磨到很细致的时候，它会有碳点，它这个里面就有一点一点的，你会看到一点一点黑黑的，对，然后就会有人说哈，这个是瑕疵品，对，但这不是瑕疵品，就是因为早期工艺留下来的痕迹。比如说你有看到碳点，你就知道，它绝对是古董的。对，因为如果像它完美无缺，那就不是。现代人如果是仿冒的，它就不会有碳点。对。那我还想看看另外一个直筒的这个白色的画花的这个杯子，这个就是微菊物比较近代的。那微菊物比较近代，你看这两个都是微菊物的，然后都是直筒的。对，只要是直筒的，就是咖啡杯。懂了，直筒就是咖啡杯，像这种宽口的是花茶杯，对，然后有盖子的是巧克力，很讲究。然后你看这比较近代嘛，所以它尺寸比较大，它比较早期。因为以前你说咖啡贵，所以它的尺寸比较小。原来如此。那像这个也是宽口的，所以它也是花茶杯。对，原来如此。我还有看过一个，上次你从英国带回来给我的，对我自己也有收藏。像这个红色的这个杯子，它也算是比较大，所以它也是近代的咯。对，它比较近代，在1960年左右的，比较近代，所以就是比较好使用。它这个应该就不是手绘的吧？感觉起来这个还蛮均匀的花卉。它是算转印。但是它不是像跟现代的转印又不一样，现代的转印是整个转印上去，但以前的转印是它转印上去，但是它颜色的部分还是要用手，所以它算是半手绘。对，原来如此。那你看它就没有，它就没有那个这么透，对不对？对，它就没有那么透，然后它也不会有碳点的问题。原来如此。对，可是现在被你这样讲，我以后都要很认真去看有没有碳点。对，有碳点的就把它收起来。碳就是那个2氧化碳的碳是吗？对，这10字头的，这石头旁边的。那我有时候常常看到人家那个英国下午茶是3层的，对不对？就是那个 high tea， 对不起 ，low tea set。好，是哪3层的？3层要怎么吃啊
3层就是最下面那一层是三明治，然后中间那层是 scone，然后最上面那层才是我们的小甜点啊、点心啊、巧克力啊之类的。对，那吃的时候是从最下面的三明治开始吃，吃完但三明治它的长相也是长形的，不是像我们一般三角形，是长形的，然后再来是 scone。那 scone 一般来讲，因为现在比较近代，所以他们的 scone 都很大嘛，很大，英国是很大，对，可是加一点那个奶油，对，跟那个 jam， 对。那其实最早期的 scone 是这么小颗。就是很好入口，很好入口，因为以前嘴巴张这么大，对你想想看，以前喝下午茶就是王孙贵族的女士们，是，然后他们都戴手套，有没有戴手套？但是他们吃下午茶的时候手套也是不脱的，那这样不是会脏吗？所以不能太 messy 啊，就是不能太大啊，所以它都是小小的一个然后一口，对，不能太大。那现在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咖啡。latte， 所以现在都是大，所以现在的 scone 就是大。所以真正在英国吃到，如果比较就是 classic 的，它其实它是小的，就是一口可以塞，才不会说哇嘴巴张这么大，很不雅观。对，很开心今天 Annie 跟我们分享了从古词跟现代的古词怎么分辨，以及真正的英式下午茶的喝法。谢谢你耶，谢谢，那也希望呢下次能够请到安妮风谷物的夫人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古董的小知识。如果你喜欢这一集 Annie 的分享，请你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小铃铛、订阅，并且按赞分享。我们下次见喽，谢谢，拜拜，拜拜。